哦，对不起啊。哇，你终于醒了。哇，你的头好像铅球一样重，我脚就快断了。哪有这么夸张啊？哪有这么重？怎么样？心情好点了没有啊？嗯。Any problem？为什么会看着我啊？我有3颗眼睛，2个鼻子啊。如果你是我男朋友的话，我一定会很开心的。醒醒，小姐，现在几点钟了？不要再发梦了，来回去吧。哇，哦，没事吧？哎，我鞋子呢？啊？你早就丢进河里去了。帮我找回来啊！小姐掉进河里，你要我怎么帮你找啊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如果你不嫌臭、不嫌脏的话呢，拿去吧。你呢？晚了还没睡啊？你也知道晚了，这么迟才回来，要是遇到色狼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有保镖护送。你不是又跟志阳在一起吧？才不是呢，我躲他都来不及哦。那会是谁？你猜猜看。你跟乐天在一起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，答案就在这里啊。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？我们在 pub 遇见，他看见志阳缠着我，就帮我解围。后来啊，我的鞋子不见了，他就把拖鞋借给我穿。他这个人很特别啊，赤着脚走路，都一点都不在乎，而且还那么有魅力。我觉得呢，他是个值得信赖的好男人。如果早点认识他，那就好了。放心吧，我知道乐天喜欢的是你，我不会跟你抢的。除非有一天你自动放弃他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是认真的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那么好的男人，你不要就让给我吧，大姐。我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不必那么紧张。现在姐夫回来了，你有什么打算啊？什么打算？姐夫跟乐天，你会选哪一个？过几天治国就要过堂了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担保人，我哪有心情想这些事啊？找乐天帮忙，乐天一定会帮你的。喂，你们吵架？很晚了，去睡吧。晚安。乐天，你不是说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吗？为什么我喊你你都听不到？你跑去哪里呀？你知不知道我在找你呀？找我什么事啊？你明明知道我在找你，你却故意不理我，对不对？我在后面喊了那么大声啊，你没有理由听不到的。你先不要急，我已经找到人保释治国了，他会没有事情的。我现在赶时间要到另外一个庭，我迟到法官打屁股的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有关，马德。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。你应该谢谢乐天，是他请人担保你的。应该的，我会的。这个黄律师啊，还真是没话说。
不止找人担保治国，还免费当治国的辩护律师。我们欠他这份情真不知道怎么还才好。妈，什么话，不如我们先回去再说。对呀，家里的 baby 还急着要见爸爸呢。走了，走。妈，我把志国带回来了。妈咪，你叫谁啊？是不是叫错人了？谁是你妈咪啊？妈，别这样了。你都把他给带回来了，我还能怎么样啊？我真不明白，你为这个人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委屈，难道你忘了吗？别说这些了。你以为我想说啊？我是替你不值啊！算了算了，别再为难一欢了。我真的是没眼看啊！阿妈，老实说，我对你这种抛妻弃子、不负责任的行为是非常的生气。但是一欢已经原谅了你，阿妈又能说什么？只希望你以后细心更面，好好的对待一欢和孩子。你放心好了，阿妈。以后呢，我一定会加倍爱护他们，弥补我的过错。去见爸爸了，志国，看看你的 baby， 看，哦，这是爸爸呀，来，他是我们的 baby。来，哦，我抱抱。啊，抱抱要不要？抱抱，来，我抱抱。哦，哎呀，不过，他是爸爸，不过，妈妈讲，妈妈抱，妈妈，哎呀，小孩子都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他没见过你，所以陌生。过几天呢，他会天天缠着你的。好，乖，好，来，不怕，妈妈抱你。好乖。这种无情无义的人，还要把他带回家，还要在这里白吃白住，我剁，把你剁成肉酱，拿去喂狗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做肉丸啊，煮肉丸汤啊！这道菜是志国最喜欢吃的，你以为我煮给他吃啊？难道不是吗？我宁愿拿去喂狗，也不会给他吃啊！这何必呢？当初啊，这个女婿也是你很满意的，现在就看在一欢跟比比的份上，原谅他一次吧。要我原谅他也可以啊，除非他给我下跪磕头认错，我就原谅他。听到了没有？快点进来，跟你岳母磕头认错。妈，你怎么说也是一家人嘛。志国以前对我们也不错的，我记得我风湿病发作的时候，两脚痛得不能走路，他下班的时候就带我去给中医针灸，足足针了1个月，才把我的脚医好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又没有风湿病，又不用他在。你不记得啦？你得盲肠炎的时候，还不是他载你到医院去急救？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你看他已经跟你磕头认错了，你就饶他一次吧。好了，起来了，起来吧。谢谢妈咪。妈，你有一点出息行不行啊？用不着跟人家下跪磕头吧？你丢尽徐家祖宗的脸了。
对不起。算了算了，是你对不起人家的女儿。如果不下跪磕头的话，你那个岳母啊，也不会让我们在这里有好日子过的。妈，对不起，这些日子太委屈你了。你知道就好啊。别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啊，早都享清福了。只有我啊，是寄人篱下。你那个岳母啊，天天给我脸色看，说话冷嘲热讽的，恨不得把我赶出门。如果啊不是我这个脸皮够厚的话，早都一头撞死了。都是你害的。你怎么会做出那么多糊涂的事情，连我都不敢相信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嘛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鬼迷心窍，迷上了赌博，让你吃了这么多的苦，我真的太不孝了。你打我吧，妈，打我啊！你打我吗？打我！打死我！好啦，现在你知道错了。说到吃苦啊，没有一个比一欢吃的苦更多。他为了替你还债，连男人做的粗重的工作他都接，一天做几份工，才睡几个小时，连我看了心痛啊！要是没有他，我跟 baby 啊都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命活到现在。说到受苦啊，是你对不起人家的女儿，我替你受这一点苦算什么？我原本还以为啊，一欢不会原谅你，没想到他满念旧情的。你以后真的要好好对待人家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我给 baby 冲奶。谢谢你帮我照顾妈 ，baby， 还有这个家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不知道这次我会坐多少年的牢，不过我一点不后悔回来自首。于是看到 baby， 我更加肯定我做法是对的。我答应你，等我出了狱之后，我会更加努力工作，我会负起做一个爸爸、一个丈夫的责任。给我个机会，我会加倍的补偿你们的。早点睡吧。一欢，哎，妈，我今晚跟你一起睡。好啊，本来就应该这样嘛。来，过。谢谢你这么帮志国。我不是帮他，我是帮你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，就算你不开口，我还是会帮你，对不对？你明明知道的，可是就是不肯开口，非要等到最后1分钟才来找我，找不到人还要发脾气。对不起。其实我应该说对不起的，我应该早点跟你说啊，那你就不会那么急了。你是不是还有话要说啊？志国还好吗？很好啊，家里的人看他是真心悔过，都原谅他了。
很好啊 ，baby 可以见到爸爸，也算是一家团聚啊。喂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不是有人要当大情圣，把自己心爱的女人让给别人吗？干嘛还这副死样子啊？你叫我怎么做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至理名言？什么至理名言啊？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如果是我，你要怎么做？先下手为强啦。老兄啊，先上了再说吧。女人都是一样的，一旦和你有了肉体关系啊，就再也飞不出你的手掌心了。You got problem？哈哈哈！怎么？又想骂我满脑子肮脏思想是不是？那你就等着看人家夫妻大团圆收场好了。你呀，为人家付出了这么多，你结果得到什么？真的应该封你为天下第一号大情人啊，真大傻瓜。喜欢一个人不需要占有他的，我真的无所谓。王律师，张吉，哎，你们认识的？他是我大姐的朋友。哇，那么你早就该找他帮忙了。那时候黄律师跟大姐去了韩国，所以你的事呢，谭明已经告诉我了。你很幸运啊，有那么好的一个朋友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了。你也真是的，为了一些解决不了的事情，用死来逃避，这样子做很愚蠢的。况且现在碰到这债务上的问题，总是有办法解决的。我欠了那么多债，除了申请破产，还有什么路可以走？以你的情形呢，根本不需要走上破产这一步的。那你现在最大的负债呢，就是那件牌物，应该把它脱手啊，那你的问题可以解决一大半了。现在脱手恐怕会有亏损。再说，菲菲也不肯啊。亏损是难免的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总好过你负债下去，利息加利息，永远没完没了的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我怕菲菲真的不肯。他也不想看到你再去寻死的，好好跟他谈，他也不是蛮不讲理的人。至于你的卡债呢，我会向银行申请的，以比较低的利息和延长摊还期限，按照你的能力来分期摊还的。那现在最重要呢，就是呢积极找一份工作。你知道啦，开源节流嘛，没有固定的收入，你怎么省吃俭用也没有用的。我知道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会积极的去找工作。那就好，其他细节呢，等你出院我再跟你谈。好了，我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谢谢。拜拜，谢谢黄律师。你看，有黄律师帮你，你可以安心了吧？还有一件事，我一直想问你。问吧。那天你跟菲菲说的话，不会是真的吧？我说了什么话？你说你要跟我在一起。哦，你指的是那个啊？当然是假的啦！我看不过眼你老婆这样欺负你，所以故意这样说的。可是菲菲一定会当真的。哎呀，就让她紧张一下嘛。哎，既然你老婆一口认定我跟你有什么暧昧关系，我们不如就将计就计，演出好戏给她看。演戏？啊。阿爸阿哥，爹地回来了。阿哥啊，阿 boy。爹地陪我们玩，爹地陪我们玩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们两个让爹地休息，等一下陪你们玩好不好？你们先去做功课，去做功课。哦。妈，回来就好，去休息啊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明天晚上回来吃饭，我炖补汤给你喝。谢谢妈。我把3级交给你了，好好照顾他，不要再刺激他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见过鬼还不怕黑呀？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
是啊，刚到家。现在你在哪里？好，我马上下来。你才刚到家，要去哪里啊？我去买点东西。死狐狸精，你竟敢跑到我家来！岂有此理！我把你脸撕破！不能生气，我要忍，我要忍。郑三鸡啊，等你回来，我看你怎么死啊！怎么样？你老婆有没有怀疑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不出。干什么？嗨，坐下。你演戏给你老婆看啊？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！你以为我说着玩的？这样不太好吧？回去，菲菲又会跟我大吵大闹的。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可以跟你打赌哦，她不但不会跟你发脾气，反而还会加倍的讨好你哦。是真的吗？当然啦，你想想看，现在有第三者的出现，而且还向她下了战书，摆明是要跟她抢丈夫。如果她还像以前那个样子，动不动就跟你发脾气，不怕你的心会更向着我吗？说的也是。那你要不要菲菲以后对你好一点？想，当然想。OK， 那么就照我的话做好了，快搂我肩膀。不用吧？演戏就要逼真一点嘛，这样才像对情侣嘛。你回来啦？你怎么了？我医生说多吃水果对身体好，我切水果给你吃，你要吃苹果还是橙？随便，随便。我忍。来，很甜的，吃啊。怎么样？甜不甜？甜，很甜。你最喜欢的茶，铁观音。很烫啊，来，我帮你吹。谭明的方法真的这么有效？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没有，没什么。可以喝了。喂，怎么样了？你老婆没有对你发脾气吧？没有。她对你是不是很体贴、很温柔？很体贴，很温柔。那你喜不喜欢她这样对你？喜欢，当然喜欢。嘿，我出的这个主意还不错吧？不错，真的不错。那这出戏你还要不要继续演下去啊？要，当然要。听着啊，你老婆现在可能睡不着，正在外面偷听你讲电话。嘿嘿，千万不要看门口。喂，你现在给我一个 good night kiss。啊，不好吧？那你要不要他以后对你更温柔、更体贴呢？
当然啦。Good night。老公，谢谢。妈，为什么不夹菜啊？我没胃口啊。妈，有什么心事就说出来，我们可以替你分忧啊。我怕我们就快没地方住了。为什么？出了什么事啊？是我一时糊涂，做人家的担保人。那个人啊，向银行借了一大笔钱之后就失踪了。今天早上银行打电话给我，说他没有还利息，还追问我他的行踪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我早就跟你说不要当什么担保人，为什么你就是不听？我以为他人信得过嘛，所以才把房子抵押出去做他担保人啊。那个李俊雄啊，样子斯斯文文的，没想到他原来是个骗子啊！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搞出来的，你不买排屋，不卖祖屋，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吗？这件事你也不能完全怪菲菲啊，要怪只能怪我，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还不懂得待眼识人。唉，现在那个人已经失踪1个多月了，银行如果找不到他，一定会找我要钱的。如果我还不了钱，他们就会把这间房子收去，到时我们就要睡马路了。对不起嘛，都是我连累你。一万，你帮我问一问乐天，如果还不了钱，是不是要坐牢的？我都一大把年纪了，我不想坐牢啊。不会的，妈，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了。明天我去找乐天，问问他，看他怎么解决这件事。你不要太担心了。对对对，有乐天在，他可以帮我们想法子的，不会有事的。我现在只能靠乐天了。喂 ，Jason 吗？我是曾三吉，明天你可不可以来我家一趟？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好，好，明天见。你打给陈经济啊？你打给他做什么？我要卖房子。有人要买我们的主屋啊？不是主屋，是排屋。你要卖排屋？是啊，你为什么要卖排屋啊？我不做担保人都已经做了，就算你把排屋卖掉，也帮不了我啊。不是的吗？我现在一身的债，要减轻债务，得先把排屋卖了。我也赞成三吉这么做。他目前没有工作，哪里有能力负担每个月那么高的分期付款？是啊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没有那么大的头，就不要戴那么大的帽子。现在如果卖了屋子，就可以减轻三吉的负担了。对了，三吉，你说找工作找得怎么样了？前天我碰到一个老同学，他打算在中国开发电脑硬件的生意，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。你想加入啊？都没有钱，说也是白说。他说我是这方面的专才，需要的是我的技术，1分钱也不用我出。你还年轻啊，出去闯一闯，吸收经验也好的。中国这么远啊，月薪如果没超过1万，你最好不要随便答应他。人家肯找我，已经是很看得起我了，我还有资格跟他谈条件吗？妈，别担心，没事的。是啊，妈，就算银行真的把房子给封了，你们还可以来我家里住，大家挤一挤，应该还可以嘛。我不是担心这个，我是担心你跟三季都要到国外去工作，双喜呢只能飞来飞去，家里只剩下我和你要卖2个老人家，万一家里有什么事情，找谁商量啊？什么声音啊？啊，给你这个吧，那手机。 baby 呀 ，baby 啊，梗梗啊 ，baby 会不会叫妈咪？会叫妈咪，会不会叫 daddy？ 叫声 daddy。你看眼睛啊，又圆又大，像妈咪的多么漂亮啊！眉毛又粗又黑哦，以后是个小帅哥哦，是不是小帅哥？是不是啊？baby 呀，妈咪去泡奶啦。
你和一欢到底怎么了？他不是这个样子，他始终和我保持距离。我接近他一步，他就远离我一步。也不能怪他，你丢下他们母子这么久，一下子马上要恢复到像以前那样是不太可能的事儿啊。他能让你住进来呀，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。同一个屋檐下，大家对我的感觉，就像陌生人一样，还不如一个外人来的重要。你说的是？黄乐天啊，妈，那个黄乐天跟一欢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我感觉他们不单只是像普通朋友那么简单的。你看我岳母，开口闭口的提到他，好像家里的一份子一样啊。你那个岳母啊，恨不得那个黄乐天啊是他的女婿。说什么？这都怪你呀！出了事儿怎么一走了之啊？让那个黄乐天有机可乘啊！前阵子啊，一欢的确撑得很辛苦啊，还想要自杀，是乐天及时救了他，还帮他在银行申请那个什么低利息分期瘫痪债务，就这样有事儿没事儿就上门献殷勤，尤其是对一欢的事儿是特别的热心呐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在追求一欢呐，尤其你那个岳母是恨不得把一欢啊马上嫁给他，拼命拉拢在一起，我想到就一把火。他这一次帮你打官司，8成也是为了讨好一欢啊！你以为他这么好心啊？1毛钱都不收？那一欢对他感觉怎么样呢？我也说不上来啊。不过说真的，一欢当初也是多亏有他的帮忙啊，才能撑过来。我就是怕一欢呢也因此对他心动啊，所以一早就提醒他要记住自己的身份。我也不想我的孙子信着别人的姓啊。一欢也答应过我，以后不会跟姓黄的在一起。哎呀，女人的心啊，可说不准。那个乐天的条件这么好，如果再发展下去啊，我可不敢担保一欢不会爱上他。幸好你现在回来了，我看一欢对你啊，应该还有感情的，要不然他也不会为你的事情还到处奔波。说了，叫他们早一天把东西送过来。到时候会场就会这样布置，这里是观众席，这里是舞台。然后呢，这个一欢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拿点心给你吃啊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老板 Ben 治国。Ben 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慢慢聊。好好好。来，吃吃。你放这吧，我没空吃啊。好，那我放在这里啊，我就在这里等你。快点，快点，吃。喂，我来。对，后天早上一定要把东西送到，就这样了。那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我等你快下班了，我就坐在这。说什么？徐志国现在在我这里，听清楚了没有？他去你们公司干什么？哎呦，你堂堂一个大律师，问我这种无聊问题。他来这里当然是盯紧他老婆，免得被你这个大情圣趁虚而入嘛。可惜你今天没来啊，要不然呢，可有好戏看哦。喂，给点反应好不好？我是很伤心啊，我伤心了就快死掉了，你满意哦？笑吧，尽情的笑吧，最好笑掉你满嘴的假牙。乐天啊，是我啊，干嘛火气那么大？我可没得罪你哦。对不起啊，双喜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我有点急事想请你帮忙，能不能现在见面啊？好啊，你现在在哪里？
远在天边的下一句是什么？找我什么事啊？这几天志阳一直打电话给我，要约我出去，他想跟我复合。要断的话呢，就要断得彻底，不要被他的甜言蜜语给影响到。我才不会呢！一想到嗑药的样子，还有他喜欢玩那种变态性游戏，我就觉得恶心。他一直这样子缠着我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找一个新的男朋友啊，让他知难而退。我正有这个意思，而且男朋友的人选已经有了。哇，谁啊？你哦。我？除了你，没人可以帮我了。拜托拜托，帮帮忙嘛！我担心我站出来都不像你男朋友啊。不会啊不会啊，我们看起来很登对啊。还有啊，上一次三吉的车子被人家拖走，他借5000块让三吉把车子赎回来。我不想欠他人情，可是我手头上又……你不用担心啦，虽然我是个穷律师，5000块钱我拿出来，我帮你把间店抽还给他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一直在帮我啊？我们是朋友啊，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忙嘛。那如果不是因为我姐姐的关系呢？还是会帮你的。那你是答应当我男朋友啦？先说清楚啊，是暂时充当你男朋友。反正就是男朋友嘛。是啊。你终于肯见我了，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。我今天来是想把钱还给你。上一次你借我弟弟5000块，我现在就把钱还给你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以后我们各不相干，请你别再骚扰我。你想干什么？这样都是我甩女人，从没有女人敢甩我，你是第一个。很好，我喜欢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你敢对我乱来的话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又怕什么？我不会吃了你。拿酒来，大家好来好散，干了这一杯就算是和平分手。你明知道我不喜欢碰这种东西，既然和平分手，你何必强迫我呢？再见。哎，不尊重，喝。放手啊！我喝。来。不要喝。大家别动。送出去。有什么话回警局再说。全部带回去。我没有啊。双喜他真的不会有事吗？你放心，他跟志阳不是同一伙的。等验尿报告出来，证实他没有服用禁品，他就不会有事了。昨天双喜约我出来，要我充当她男朋友，好让志阳死心啊。其实今天晚上他约志阳出来呢，是打算把志阳借给三吉那5000块钱还给他的。我是答应陪他一起去，可是我临时有事情走不开啊。如果再长的话呢，他就不会被押回警察局了。这件事能不能够暂时替我保密？我不想妈跟阿妈知道，我怕他们担心。当然可以啊。谢谢你送我回来，我进去了。一句话呢？你还打算到韩国去工作吗？为什么这样问呢？志国回来了嘛，你会不会为了他留在新加坡啊？其实志国的案子蛮复杂的，身为他的辩护律师，我希望他跟我充分的合作，这样我才能够帮得到他。可是我发现他没有说真话，从头到尾你根本没有提到一个人，一个叫做艾伦的女人。能说的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不隐瞒什么。是吗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赌场，我们联手赢来不少的钱啊，所以我们就一见如故，出双入对。后来他就做了你的情妇。
你在银行骗回来的钱，有一部分是花在他身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从银行骗来钱，我一个人在赌场给输了，不关他的事。还有，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，不是你口中的情妇。你们在赌场上合作，形影不离。他从来没有要过你在赌场上赢回来的钱吗？美酒赢来的钱当然是要平分的。我从银行骗来的钱，他1分都没有拿到。你在讲骗话。据我了解，你开了一间按摩院，而这间按摩院的老板娘呢，就是艾伦。虽然这间按摩院很早就转手出去，可是你跟艾伦之间的关系好像不是说那么简单的。你在国外的那段时期，你跟他一直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。为什么一定要把我跟他扯在一起呢？还认定我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呢？你到底怎么居心呢？对不起。你最近还没有联络艾伦？没有。他现在住在哪里？你应该知道的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呢，我没什么好问的。你回家想清楚，想要什么东西呢？马上告诉我，我会尽量帮你。看得出，志国想和艾伦撇清关系，是不想把他拖下水，还是有其他原因？我不知道。不过警方已经在追查艾伦的行踪，打算以同谋的身份把他一起告上法庭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希望你不要误会，以为我在挑拨离间了。我告诉你这些，是希望你能够劝下志国，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告诉我，这样子我才能够帮得到他。我明白。那好，我先走，拜。拜拜。还没睡？你还没回来，我睡不着。很晚了，去睡吧。我们谈谈好吗？我很累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不要碰！你放开我！别碰我！为什么不敢碰你呢？我们是夫妻啊！你放手！你。There's some kind of feelings in the air when I recall yesteryears. Pictures and memories flew through the